在一节物理课上，老师拿着一个底部开孔的铁罐子说：“诸位看好，等下为师就要往里面灌氢气并点火。”随后，他戴上耳罩，壮起鼠胆，小心翼翼地点燃了罐顶小孔露出的氢气。火苗窜出后，老师强装镇定，向学生提示：“请大家注意看我这优雅的起爆手势。”看来这老师还真行，举手发令，罐子才炸。但这是什么原因呢？带着疑问，我们来到一个小黑屋，只见铁架台上有个2头开口的锥形容器，冲入氢气拔去底塞后，有人点燃了顶部冒出的氢气，但随着火苗跳动，容器竟发出逐渐低沉的鸣叫声。从实验看，这2个容器都是先燃烧后爆炸，但效果又有所不同，所以本期我们就来研究其中原理，这或许能帮助我们在意外进入战场时求得一线生机。观察这个上下开孔的铁罐，发现冲入氢气后，顶部小孔不断漏气，而底部大孔则不断吸空气，但底部吸气流速度缓慢，不能使氢气明显扰动，于是2种气体以扩散方式缓慢运动，只在氢气柱底层形成混合气。这样随着顶部小孔的火苗子燃烧，底层混合气会最终到达小孔，使火焰点燃罐子里已达到爆炸极限的混合气，因此纯氢气从顶部外泄的过程起到了延时起爆的作用。而充满氢气的锥形容器虽然效果类似，但原理稍有不同。当氢气从顶部排出时，空气会通过细管从底部吸入，此时吸气流速度较快，而容器又是肚子大2头小，漏气时氢气底面的上升速度越来越慢，造成少量而快速的进气流，有充足的时间和动能在氢气中对流，形成了大范围的湍流掺混，使氢气变成过浓混合气。于是顶上的排气小孔被点燃后，火苗就会顺混合气烧进罐内，此时火焰封面一边下行，燃烧面积一边不断扩大，造成废气压力过快升高，将混合气向下推动，底部管口便出现了排气流，但混合气下行过快，超过了火焰传播速度，又使火苗续不上燃料，几乎熄灭，废气压力骤减，于是混合气开始上行，底部管口重新吸气，这样锥形容器里的混合气就不断上下震荡，使底部管口在快速吸排气过程中因气流的边棱发生而出现鸣叫，同时震荡又导致混合气掺混加剧，浓度不断降低，于是火焰加速，但罐内空气质量增加又使振动频率降低，导致管口的鸣叫声变得低沉，最后混合气达到爆炸极限，才完成了延时起爆。通过这些案例发现，燃烧变成爆炸的临界条件其实就是燃烧废气的产出速率大于等于排出速率，也就是说，燃烧区的废气压力累积越强，则燃烧面的热量就会累积越多，使燃烧速度变得越快。因此，改变反应物浓度或限制废气逃逸，都可使废气产出速度接近排出速度，从而将缓慢燃烧变成快速爆燃。而达到临界条件时，压力的急剧累积还会造成反应介质中一系列压力波因聚合而压强跃变，成为压缩性超强的激波，被波面扫过的反应物会瞬间点燃，又不断向激波聚合压缩波，以维持波面超介质声速运动的能量。因此，在临界条件下，反应物的燃烧速度就和激波的前进速度形成强耦合，成为以数千米每秒前进的爆轰波，于是发生爆炸。当然，善于观察的人早就发现，在我们平日所遇见的各种爆炸里，其实都暗藏着爆轰波那飞快的身影。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你身着夏装却跑到了严寒的战场上，眼看就要冻死却找不到劈柴烤火，就可随手捡一些手榴弹、炮弹或地雷，将其中的 TNT 倒出来当做劈柴点燃，这呼呼的火苗子可谓取暖煮饭两相宜。原理就是打火机点燃的 TNT， 其燃烧废气的产生速度远低于排除速度，以至于根本达不到临界条件，只能慢速燃烧而无法爆炸。所以在冰天雪地里， TNT 就成了士兵烤火取暖的理想燃料。